首先大家还是给自己鼓掌一下啊。啊，因为今天好像是台风啊，不是那个中秋连假的补假啊，补班补班，会看到我们楼下的银行还有在上班就是为了礼拜一、礼拜二的放假，对不对？礼拜一、礼拜二的放假。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又是补班又是一个适逢一个台风要来侵袭我们的时候这个来到嘉义刚刚还在跟主任讨论如果今天晚上宣布明天台中如果停班停课的话可能许医师今天晚上就要直接回台北，就不在台中停了，然后因为明天是台中的课。你们觉得台中明天会不会上班上课？会还是不会？明天会放假吗？你们这样不好。其实我觉得 COVID-19 也蛮好的，就没有，其实我是回台北，但是是上网路课啦，课不会取消因为大家台风，我才跟主任讲，我们今天工作坊可能也会提前10到15分钟，就是课程往前提，因为越晚风雨会越大所以我们顾虑到参加工作坊的同学回家的安全性，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坊会往前提一点时间，让大家早一点安全回家。好，那所以刚才讲到台风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处于热带亚热带嘛，以前大家一方面对台风大概受益的就是台风假嘛，可是今年有个很特殊的感受，就是真的不能没有台风，没有台风就没有水，就要停水。所以很多事情，这件事情也让我感触很深，就是万事万物都有正反两面，都有正反两面。所以你以为的没有台风是很好的一件事，可是其实没有台风带来的可能是干旱可能是缺水所以万事万物真的是非常的奥妙。那刚才主任提到台湾的出生率有没有提升？因为大家都宅在家就要做室内运动嘛，就不能到外面去做户外运动，就增加室内运动的几率。就不晓得生育率有没有提升，但听说是没有，但日本倒是很多青少年怀孕增加很多青少年怀孕到同学家做功课。对，所以以后小朋友跟你说到同学家做功课，大家就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可能在做爱的功课，人与人的连结好，所以出生率好像并没有提升。那刚刚一个同学可能有看到今天的一个新闻的主题台湾可能在今年到明年的离婚率会大于结婚率。离婚率会大于结婚率，就是每一年登记离婚的人数会开始大于登记结婚的人数。来，我们鼓掌一下。好，一样，每件事有好有坏有好有坏。因为过去结婚容易，离婚难人们因为传宗接代，因为角色因为迫于长辈的压力，不管喜不喜欢，似乎你年纪大了都得要结婚甚至有很多女同志或男同志也被逼着要结婚所以其实我鼓励的不是离婚率高这件事，我鼓励的是大家的自主性增加了，大家勇敢了，跟我们父母那一辈不一样因为我们父母那一辈可能一辈子忍耐着一个婚姻想了一辈子要离婚，但是却没有勇气所以我们鼓掌的不是说离婚是好事离婚我们也不认为是好事，就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大家的勇气增加了，然后勇敢也增加了也开始为自己负责
倒是许医师有个另外有趣的想法这些所谓的自由基，大家知道自由基来，主任是药师出身的，麻烦从药理角度跟我们解释一下自由基。来，麦克风随便讲啊，来，那个不是那个是什么电子什么？带电不带电的那个吗？怎么样带电不带电？然后呢，讲来自由基是什么？自由基就是它就是 free 的啊，它就是可以到处跟人家结合的这样。讲到重点了，其他都不重要。好，这是一个物理化学名词哈。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国中、高中的这个化学课自由基来讲，它是一个很活泼的化学物很活泼的化学物。那可能也带电，带电也是活泼的一个象征。那这个自由基简单讲就是很自由。那自由基就是化学活性高，它可以不受到束缚，然后到处跟人家结合。到处跟人家结合。所以离婚率增加一定会增加什么？自由基。当然自由基在社会够的时候，就会对很多传统的婚姻造成什么威胁？因为这自由基会到处找人做人与人的连结运动就是分子的运动活跃了，分子的运动活跃了。对，就像有一些化学元素它是很活泼的，比如说氧气，各位，氧气很活泼，对不对？氧气会跟我们的血液中的血红素中的铁原子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呼吸嘛。对，那自由基当初也在应用很多跟健康有关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那种食用油的广告，会告诉你，它有中和或安定自由基的功能因为自由基很活泼，会到处结合，所以它也会破坏细胞破坏细胞对，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自由基是好也是坏是坏也是好为什么？因为人体也要用自由基去清除不好的东西因为自由基会到处跟人家结合所以它就会跟不好的东西结合，然后把不好的东西带走或中和掉所以来提供大家一个概念，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所以有正反两面，我一直告诉大家我以前很早就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不要觉得你今天赚到钱才会快乐，不要觉得你今天离完婚才会快乐，不要觉得你今天结了婚才会快乐，对，也不要觉得你今天换了房子就会快乐。来，各位，这都是痴心妄想。像之前徐氏有个个案，单身女性来看我门诊，有一天就跟我说，徐氏，我就觉得今天我如果生命中一切的问题，我只要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就解决了我也就安定了，我也就不担心未来了，也有人跟我一起奋斗买房子，我的父母也不会一直催我了。我心里在想，我们等着看吧。就交了男朋友之后呢，烦恼更多。你们常会想，孩子长大了我就 OK 了，各位，没有所以之前徐氏告诉各位，你们要把今天想成你这一生最完美的一天。不过卡后就是哪一天？今天。各位记得不要想说你的快乐是明天等我债务还完了我就快乐了等人家把钱还我了我就心安了等我跟会会结束了我就放心了那各位，没有这都是痴心妄想你真的要安顿你的心，就是今天，在种种你觉得的困扰，种种你觉得的烦恼情况之下，你要安顿你的心。是很多人跟我说我的痛苦就是来自婚姻，我的痛苦来自婚姻只要我的婚姻结束了或婚姻改善了我的痛苦就
结束了。来，我的痛苦来自婚姻，或我是痛苦来自工作，或我的痛苦来自债务，或我的痛苦来自我的孩子还没有办法赚很多钱给我，或是我的痛苦还是在于我没有退休。各位，徐师再跟各位讲一遍，虽然你们听着，但是你们不一定能够真的深入体会，好，但是我们也姑且听之吧。好，来，这句话可以造句啊，我的痛苦就来自于爸妈卧病在床。好，妈妈的安养院的费用，哥哥弟弟不出。啊，我的痛苦就在于哇啦哇啦哇啦一堆，孩子不写功课。啊，或之前好像3个多月的暑假，啊，终于孩子要上学了，然后好像台中一个阿公就放鞭炮庆祝。啊，2个孙子啊要上学了，放鞭炮庆祝。我的痛苦来自于学校怎么一直都不开门。孩子一直待在家，待到父母都快疯掉了。其实不是父母疯掉，是阿公阿嬷快疯掉了。来，我们先讲解脱哈。来，痛苦，先告诉自己，也许不来自这些东西。痛苦唯一的来源就是来自你的什么？痛苦来自心的作用。好，这就是我们赛斯心法中从外境当中解脱出来。啊，今天你可能觉得啊，我的痛苦就是因为我单身，我很辛苦。今天如果我找到一个很丰盛或者很有钱的伴侣，也许我的痛苦就解决了。各位，啊，没有的，你放心，没有的。好，所以你们第一个要提醒自己，会不会我的痛苦不是来自婚姻，也不是来自工作，甚至也不是来自疫情 COVID-19 有没有？刚主任提到各行各业的变化，各位。好，如果各位回想起来，我相信在座一定有同学在前一阵子啊，这个都不能出门的时候，啊，餐厅不能内用的时候，那段时间你最开心。来，有还没有？一定有啊，一定有。去哪里人都很少，高速公路都不塞车，所以那阵子超速很多啊，超速很多，高速公路超速，因为平常没机会超速，前面就有一辆车，怎么超速？撞上去就超速了。那段时间开车好顺，好，所以各位，然后再转一下，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什么？心的作用。心可以对应于婚姻，心可以对应于工作，心可以对应于没钱，心可以对应于父母重男轻女，心可以对应于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心可以对应所有这些东西。那痛苦的本质并不来自外境，痛苦的本质来自心的变化。心的变化是心对外境的一种不接纳也好，心对外境的一种分别批判心也好，心对外境的一种所起的一种情绪感受跟思想。是啊，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我现在想到这个例子，我就觉得蓦然回首的感觉。我没想到我自己今年54岁，我就是在想54岁的概念。那天我跟我太太聊天，我在想54岁我爸爸在干嘛？因为我们对比自己的父亲嘛，我54岁，他54岁。我想算了一下，哇，天哪！我爸爸54岁的时候，我已经大4了，台北医学大学大4了。然后一想，这是什么概念？我都还没有小孩，这养了2只小鸟。我爸爸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大4了，然后2个姐姐都已经出嫁了，应该也都当阿公了。然后也是在我爸爸54岁的时候，我哥哥出家当和尚。我大4那一年，哇！可是我今年也54岁，可是我爸54岁的时候是4个小孩，2个女儿出嫁，好像也有了，应该3到4个孙子了。3到4个孙子了，当然是外孙了。可是我的54岁，为什么跟我爹的54岁落差那么大？唯一很类似的地方是前一阵子我也腰痛，就财产没继承到多少，糖尿病、高血压，跟爸爸
的没耐心，妈妈的坏脾气倒是继承了不少。对，那小腰痛，想到54岁，我爸就在54岁的时候腰痛，因为那一年我哥哥出家当和尚，我爸爸承受重大的打击，好，承受重大的打击，啊，就腰痛。好，所以刚讲痛苦，啊，对比我今年的54岁，那对比我的爸爸，就是比如说我的人生的不同，啊，我相信很多人54岁没有小孩，也许他觉得很痛苦，可是我怎么觉得蛮开心的，还蛮开心的。好，我讲个笑话，我有个人离了婚，离了婚之后就告诉自己，就是我好快乐，我现在赚的每一毛钱都会用在我自己身上，啊，每一毛钱都会用在自己身上，哦，不用再去，好给先生拿去赌博或上酒店或干嘛干嘛之类的。好，其实再回到痛苦的本质，好，你们再去思考一下，真的是外境吗？还是其实不是？外境是灵魂要给我们的挑战跟功课。啊，所有让你感受到痛苦的外境，其实也都是我们灵魂要给我们的挑战跟功课。好，我最近在讲一个小小的体悟。昨天我到高雄，啊，然后就在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哎呀，这同学很熟哎，之前上网络课的时候都看到你。他就说：“哎，徐师好。”我说：“你好。”我说：“徐师，从2、3年前认识你。”他就跟我说：“你的手背粗了1倍，变粗1倍。”我说：“没有，大概只有50%。”我说：“你注意我的手背干什么？”啊，因为我有在运动，有在健身。好，那其实我前一阵子健身进步比较多，因为我前阵子健身，其实这个道理我知道过，可是从来没有体会这么深。所以各位你们知道，在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知道归知道，不代表体会。好，那之前我有时候一直在运动，只是维持住而已。那前阵子为什么进步比较多？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小舅子在顶楼弄了一套健身设备，好6、7万的健身设备，好那种，因为前阵子健身房不开嘛，然后他刚好就那阵子很热爱健身，就在顶楼弄了一个，啊，对，那我也就上去，啊，这个享受便利，个人专属的健身房。后来我发现，所谓的健身要进步，很简单，就是你必须脱离舒适圈。好，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练举重好了，啊，或是练哑铃，或你们在运动的时候，通常你运动到酸，啊，或举不起来了，就结束了嘛，对不对？对，其实酸或是举不起来才是开始。来，徐师讲个网络笑话，解说的不是举重，解说的是人生。解说的不是健身，解说的是人生。对，以前我们觉得你运动到肌肉酸了或手酸了举不起来就 stop 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要健身啊，或是你要有所不同，那才是刚开始。这很有趣的一件事哦，很有趣的一件事哦。哦，以前我运动也是，比如说做伏地挺身，啊，或做也许这个训练下肢有没有？哎，深蹲，对，啊，或做有氧，或做重训，或跳绳，好，大概做到喘或酸或痛，哎，就停了。
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有所进步，那才是开始。所以那时候许医师就有突然一个小小的领悟，任何的突破跟进步，其实都是要离开舒适圈。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爱，大家不要急。好，离开舒适圈。好，等一下我们就会讲，自我跟灵魂是不一样的。自我永远不想离开舒适圈，听懂了哈？因为一旦它安定下来，它就有惯性，舒舒服服多好。可是灵魂的目的永远是在求新、求变、求进步，不然为什么要轮回？不然为什么要投胎来当人？因为灵魂缺乏肉体的经验，来转世拥有肉体的经验是灵魂无上的光荣。对，理解我的意思。好，传统的宗教说法是错的。好，认为我们来当人来轮回是一种贬低，是一种贬低。其实不是的，是灵魂渴望增加轮回的经验，所以拥有肉体来参与轮回是灵魂伟大的胜利，因为他要发展自赎经验，他要发展轮回经验，他必须离开什么？对，所以我们来当人，来投胎，生老病死，就是离开什么？否则你不会进步，否则你不会了解我创造自己的实相，否则你不会提升自己的创造力。来，各位明白了吗？但是徐师要等一下要讲，所有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是爱，但是有些爱我们认不出来。爸妈把你赶出去，比如说我们这样讲，以前嫁女儿，我们常讲拿一盆水泼了，告诉你，你就像泼出去的水，不要想回来，很残忍。现在我们也不会这样做，可是背后是什么？爱，你才不会随便夫妻吵架就往娘家跑啊，你才会愿意待在那个非舒适圈。来，各位了解吗？你才会愿意待在那个非舒适圈，因为回娘家女儿都可以睡到中午12点啊，初一睡到初三谁管你啊？妈叫你起床就说别啰嗦啦，睡觉啦。来，婆婆叫你起床呢，哦，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对不对？那个是非舒适圈，是吧？怎么那么好笑？那个叫非舒适圈。对啊，啊，但是各位，今天停在舒适圈，你永远不会成长。好，所以我才回到刚讲，健身也好，有氧或是重训也好，它的进步是当你开始觉得酸痛、做不下去的时候。就比如伏地挺身，以前我可能做到酸做不下去就 finish 了，现在是如果我想要进步，我知道从酸之后再算30下，各位知道哈？从做不下去开始，再做30下，开什么？从酸痛做不下去，再做30下。真正的运动是从那时候才开始，不然之前都只是在维持。各位了解哈？不是没有用，有用，有用，但是没有突破。对不起，它就是维持现状而已，维持人生的现状。再回到刚讲，来，各位在这里自己鼓掌一下。为什么鼓掌？因为你们都是勇敢的灵魂，我们敢到这个世界来投胎，敢来面对生老病死。各位，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刚刚讲，轮回转世、世俗经验是灵魂了不起的珍贵经验。好，这跟传统宗教的谬误说法是不同的。
啊，传统宗教老是让我们觉得当人是这样犯了什么错，有没有？要么就是偷吃什么东西，偷吃苹果啊，啊，亚当夏娃，啊，要么就是因为因果业障，就你来当人啊，当人好像不是太光荣，当人不是太喜悦的，是因为被惩罚。那古代啊，华人的传说也是啊，啊，都是在天庭犯了什么罪，有没有？到人间来历练。啊，就像我最近跟我太太在看这一部大陆剧，叫《理想之城》，那有看的请举手。啊，你们嘉义不太爱追剧，高雄好多同学在看，叫《理想之城》。啊，赵又廷跟孙俪主演的。啊，然后我就陪我太太看，哎，看一看，我就跟我太太说，啊，夜华太子什么时候要回天庭？各位，赵又廷不是《三生三世》啊，《十里桃花》里面的那个夜华太子吗？啊，天帝的儿子嘛，他不是要到人间历练吗？对不对？到人间历练嘛。好，然后我再看一个现代剧，啊，那个《理想之城》是现代剧，讲现在的大陆。看一看，我就说，哎，啊，太太啊，这个夜华太子没事啊，来历练的挺不错啊，啊，当一个建筑师啊，或估价师哈，那什么时候这一世结束要再回他的天庭啊，就搞得大家时空错乱。好，所以回到赛斯心法，好，我们来当人，来参加轮回转世，是灵魂了不起的、勇敢的、珍贵的经验，因为他在突破什么舒适圈。好，我再回到刚刚那个比喻，以前嫁女儿把水泼出去，看起来是让你断了你的回头路，其实背后是什么？也要你在夫家一生气，一跟老公吵架就跑回舒适圈，把你逼回去，让你在那个地方学习成长。好，可是问题来了，女儿体会得到吗？还是觉得你不要我了？你不要我了，你把我当水一样泼出去了，你不让我回娘家，你为什么会是我的父母呢？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去？当我在夫家受委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纳我？你为什么叫我再忍忍？对，好，其背后是什么？好，就像徐师刚才在讲东西打一个比喻，我们会跟上帝咒骂，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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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来轮回干嘛？你让我来体验生老病死干嘛？好，就像刚主任跟我说，现在很麻烦，2个礼拜就要染一次头发。哦，2个月讲错了，2个月就要染一次头发，头发白得很快，染一次800块，哪里染的？你再问他。我就跟他讲，我们台北好像是加个0而已，明白吗？是差不多哈，台北加个0，哦，所以嘉义真好。好，我们会骂造物主，你让我来人间干嘛？为什么我来经历结婚、离婚，经历生小孩的痛苦，啊，经历这个跟父母、公婆的相处？为什么？对，很简单，其实刚讲了，离开舒适圈。就我们在人间受折磨，我们在人间经历生老病死，可是最后我们却忘了这些东西，最后必须以什么为本质，以什么为包容，以什么为推动。对，我不知道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一个被嫁出去的女儿，从舒适圈被推到非舒适圈，然后吵着要回舒适圈，父母跟你说你再忍忍吧，没有经过磨练的夫妻是不成熟的，你可能会怨恨，可能会不平。是啊，那时候你可能感受得到父母的苦心，感受得到父母的爱，可能感受不到。各位，就好像我们现在对宇宙、对命运一样，来明白吗？我们会问苍天啊，命运啊，啊，为什么让我长这么一张帅脸？
但是却身高只有160，你可以再整我多一点呢、你可以再整我多一点，或者如果一个女同学，为什么让我长得这么漂亮，然后却是太平公主？对，是啊，苍天啊，你可以再多捉弄我多一点吗？对，怎么这么好笑哈？好，刚讲我们离开舒适圈，包括这次 COVID-19， 以科学来讲，病毒你在干什么？在干什么？搞得全世界人类兵荒马乱。为什么你要这样？就像现在一个很快变胖的台风要靠近台湾的，有没有？CNN 把它称为什么超级台风？因为它在2天之内，就是立刻打怪升级，突然变得很巨大，变得很巨大，而且好像是5年内最强的台风，是吗？还是5年内变胖最快的台风？对，那有暴食症吧？因为气候异常，这个台风暴食，吸了大量海面上的温暖空气，就瞬间变强变快了。这种台风很稀有，就暴食症一样，把海面上那些统统吸起来，对，变绿巨人好呆好客哈。苍天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刚讲 COVID-19， 你看，我们去年定的主题，爱在瘟疫蔓延时，到现在才没有结束。好，但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觉得再次新反就会有不一样的思维。前2-3天，台湾不是在很紧张 Delta 进来了吗？来，我先跟各位讲，大家再讲一个概念哈。我要讲主体性，我要讲观察者，或我们所谓的受害者。我们先把这个拿掉好了。好的，好，我们讲主体性，讲观察者，讲受害者。我先讲，就现在，未来我不管。之前台湾的医学界有没有对 Delta 其实戒慎恐惧？那 Delta 进到台湾了没有？进来了，至少到今天为止，有没有想象中的恐怖？没有，对不对？没有。各位，我不是说未来不会很恐怖，只是听徐是要讲的。我现在要讲主体性，我要讲观察者，我要讲受害者。来，各位记不记得？不确定原理，你不能同时一个观察者，他无法同时确定一个 particle 粒子的速度跟位置。你所观察到的现象会因为观察者的不同而不同。各位仔细听，一个你认为客观的现象，但这个世界没有客观的现象，因为现象一定有观察者，一定有观察者。每一个观察者所观察到的客观现象，会因为观察者的主观状态不同而观察到不同的现象。来，徐师讲一个很没有知识水平的一句话，各位就懂我意思了。仔细听哈，但这句话很没有知识水平，也很像义和团言论，但是它是真的。意思是说，如果整个台湾的能量是正面的，大家的心灵是正向的、健康的， Delta 进来会变 Delta minus， 听懂我的意思吗？ Delta 进来会被弱化，甚至减毒，甚至去毒性，因为病毒是要进到人体，任何进到人体的东西会被人体的环境所影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不要忘记啊，病毒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外在存在啊，
我刚刚那句话是有科学根据的，不然病毒为什么会突变？它在外面自己突变的。它怎么突变的？进到人体突变的。那它会变强，它不会变弱吗？那它的关键是什么？科学家从来没找到过，他们从来不研究心灵，听懂了吗？来，举个例子来讲，有没有个渣男跟你在一起就很坏，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人家就乖得要命？有没有？因为你不会用啊，你不想用查甫人啊，不想用个万碳给失败，听懂我的意思吗？不会用还怨叹工具不好。来，我再开个玩笑，对不起，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哈。我有个人跟我老公，其实我现在不会外遇的。我说为什么你这么笃定？他说我老公那个不行啊，我就冷笑了一句话，那是对你不行啊。你们的夫妻关系，你们的冲突，你们的斗争，他看到你就软了，他遇到外面的女人硬汉一个，各位听懂没有？他就很骄傲跟我说，后来过一阵你跟我说，徐是你说对了，他在外面好行哦。有没有吃药我不知道，来，懂我的意思吗？不会用个万碳给失败。来，我讲到观察者，讲到主体性，讲到受害者。受害者不全然是受害者。来，我刚刚那句话很没有学问，但是其实它背后有宇宙的真理跟哲理。今天整个台湾，如果它的能量是正向的，各位，那么病毒进来，它会被弱化，会被减毒，会被弱化，会被减毒。它不是只是被强化。来，就个人来讲，如果你的身心灵是，来，各位我再强调一遍，许是无意叫大家打疫苗或不打疫苗，你们个人的健康自己负责。我再强调一遍，我只是在讲述一个身心灵的道理。今天你的心灵，各位，好，就好像这块地板，我常打很多比喻。你开除湿机，开空调，它会不会长香菇？不会，不会。你这里2年没有住人，地上积水会不会长香菇？一定长的啊。那香菇的孢子是不是无所不在？问题是你有没有条件让它长啊？哎，明白了没有？病毒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科学界、医学界最蠢的地方，就是把它单纯视为一个客观外在现象，而跟你的主体性无关。明白了吗？为什么有些女人在某些人面前就是泼妇，到另外一些人的面前，她就温柔的像是柔顺的小猫？知道我的意思吗？一样，从测不准原理来讲，好，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现象并非独立于观察者之外而存在，这个定律非常重要，再次也提过很多次。这就表示什么？这世界没有一个单纯无力感的受害者。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世界也没有一个单纯无力感的被病毒伤害的、侵入的、死亡的人类。好，拜拜贝啊，毛一波碳，嘿，对，这个概念强调每个个体的什么力量？这是我们的社会没有赋予各位的。我们的医学界、科学界，不管它再怎么发达，得几座诺贝尔医学奖，就这个地方对各位没有帮助，因为它削弱了你们的力量感，明白了吗？它削弱了一个观察者的主体性跟重要性跟力量感，它无形中暗示你们每一个人，你是无力感的，你只是受害者。我刚刚讲那句话很没有学问，就像 Delta 进台湾以来 ，Delta 进台湾绝对不是1天2天的，很多专家也跌破眼镜。为什么？至少到今天为止 ，Delta 病毒在台湾并没有因为当年的预测是一进来至少每天死100个人，当年的预测。好，那我只说到今天为止，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很简单，我刚讲了，观察者的主体性，没有一个受害者是单纯受害者。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任何的受害者也要为自己的受害负起责任。
负起责任。好，所以回到刚讲的德尔塔病毒，当学士进入心灵，进入赛斯心法，同样的，我想跟各位讲，你不是单纯的受害者，病毒也不是单纯的外在客观现象，而你完全没有力量。那科学家、医生会说那是取决于个人的免疫力，那免疫力怎么来？电视上很多的健康食品广告，赚钱的意义大于任何实质的意义，懂了没有？任何电视上的食品广告，免疫力提升免疫力的广告，我跟大家老实讲，其中赚钱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好，之前我还告诉各位一个大型的医学研究，说的营养补给品98%都没有意义，且根本不需要。真正人体可能会需要的只有1到2种，哪1到2种自己上网查。市面上所有的健康食品98%，它就是要你花钱而已，根本没有实际的必要。你知道均衡饮食通通可以摄取，没有必要。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没有找到心灵的力量，明白吗？我们想说提升免疫力，刚学士已经讲了，今天病毒进到我的身体跟进到你的身体不一样。我甚至会说，就算是同一个基因定序的病毒，它进到我的肉体跟进到你的肉体，它的生物行为不一样。那我刚刚讲医学界会说跟免疫力有关，对，免疫力只是整体的心灵的能量的展现。来，那我们过去有个很强的错觉，免疫力越强越好。对，对不起，这个观念又是错的啊！免疫力最强的是哪些人？红斑性狼疮、过敏性休克，对，好，尤其是那个预防针一打，马上过敏性休克有没有？那个免疫力最强。好，然后如果这个3分钟内不急救就死掉那种。好，大家知道吗？那个什么被蜜蜂蛰了过敏有没有？或有人吃到花生过敏有没有？对，或以前那个打盘尼西林过敏的有没有？一过敏马上全身起疹子，喉咙肿起来，吸不到气，那过敏反应最强。过敏反应强要干嘛？死人啊，会死人的啊！各位，就好像你挤公车碰对方一下，拿刀捅你一刀，免疫反应好啊，反应力好啊。你要这个反应力干什么？哎，懂了没有？各位，不是免疫力的问题啊，大家都被误导啦，不是免疫力的问题啊。好，回到刚讲，同一次病毒进到你的身体跟进我身体不一样。那医学说取决于免疫力，各位不是。好，来，许是讲这件事情是要各位你们拿回自己的力量，这世界没有单纯的观察者。当你不断的去思索，观察者会影响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意思是改变观察者主观的角度，会改变你所观察的现象，或是你所体验的经验。就是力量在自己身上，带着2串香蕉进森林里面研究黑猩猩的社交行为，跟带着2把猎枪进黑猩猩的部落研究黑猩猩的社交行为，结论一不一样？各位，我带着1把枪去你家跟你谈判，跟我带着1盒礼盒去一不一样？不一样。各位，所以观察者的角度或是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它必须广泛的运用在什么？婚姻、工作、人际关系，懂了没有？还有你跟命运之间。意思是当你改变了你的能量跟磁场，你的命运就跟着改变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传递正能量，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我们的内我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潜能打开，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而这10几年来，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读书会近2000场，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己的力量。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再次的谢谢你。